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，以前那个走路带风逛菜市场能提着2大袋子菜健步如飞的父亲或母亲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走路变得拖沓了。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沉，脚底板好像粘在了地上，抬不高也迈不开。过马路的时候，以前能从容走过去，现在绿灯都快闪烁了，他们才刚走到斑马线中间，急得满头大汗。从沙发上站起来的那一下，不再是干脆利落，而是要先用手撑着膝盖，皱着眉头，犹豫2秒，才能缓缓直起腰。很多做儿女的看到这一幕，往往只会随口说一句：爸妈，您老了，腿脚不利索了，慢点走，别着急。而老人们自己也常常在心里默默叹气，认命的觉得，岁月不饶人，老了就是这样，机器零件用久了，哪有不生锈的。但是今天我要非常严肃地告诉您，走路变慢绝对不是自然衰老的必然结果，更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老了就能糊弄过去的。在医学界，走路速度被称为老年人的第6大生命体征，它就像是你身体这台精密仪器的综合仪表盘。国际权威医学期刊《柳叶刀》曾发表过一项涉及数万名老年人的大规模长期追踪研究，研究结果令人震撼，走路速度直接预测了老年人的剩余寿命和健康质量。如果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平地正常行走的步速低于每秒 0.8 米，也就是说1秒钟走不到2步，那么他在未来几年内发生跌倒、失能甚至死亡的风险会呈指数级飙升。走路变慢其实是身体在向您拉响最高级别的防空警报，它在告诉您，您的下肢肌肉正在断崖式流失，您的关节正在失去保护，您的神经和肌肉的通讯正在出现严重延迟。如果您对这个警报视而不见，觉得慢点就慢点吧，反正我也不赶时间，那么接下来等待您的极大概率就是跌倒。在老年医学里，跌倒被称为老年人健康的头号杀手。一次看似不起眼的滑倒导致的髋关节骨折，被医学界残酷地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。因为骨折后长期卧床，随之而来的肺部感染、下肢静脉血栓、泌尿系统感染，会在1年内夺走约 20% 到 30% 老人的生命。所以走路变慢不是小事，它是通向失能和卧床的滑坡。但好消息是，这个滑坡是完全可以踩住刹车的，甚至只要方法对，您还能挂上倒档，把失去的腿部力量重新找回来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不跟您讲那些虚无缥缈的养生大道理，咱们就实打实地往深了挖。我会把腿部力量衰退的底层逻辑给您掰开揉碎了讲清楚，帮您避开那些越练越伤的锻炼大坑，最后教您3个在家里就能做、安全又极其有效的核心习惯。不管您是正在经历腿脚无力的长辈，还是想帮父母改善身体状况的儿女，这期视频都请您务必耐心看完，因为接下来的每一个字都关乎您晚年生活的尊严和自由。咱们先来拆解一个核心问题，为什么人老了走路就会变慢？腿上的劲儿到底是怎么没的？很多人以为腿没劲就是骨头脆了或者缺钙了，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。走路变慢是一个系统性的崩塌，主要由3个底层的元凶在暗中搞破坏。第一个元凶是神经与肌肉的通讯故障和马达萎缩。咱们的身体就像一辆汽车，大脑是驾驶员，神经是传输指令的电线，肌肉就是发动机。年轻的时候，电线导电飞快，发动机马力十足，一脚油门下去，车就穿出去了。但过了50岁，尤其是60岁以后，人体内的会肌纤维会加速流失。会肌纤维是什么？它负责爆发力和快速反应。当您走在路上，突然踩到一块小石头，身体失去平衡的那一瞬间，能让您迅速调整重心、稳住身体的就是会肌纤维。会肌纤维流失了，您的发动机就从小排量跑车变成了老旧的拖拉机。更可怕的是，神经传导速度也在变慢，大脑发出了抬腿的指令，神经传导到腿部肌肉的时间变长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人走路拖沓，脚抬不高。不是他们不想快走，而是大脑的指令下达后，肌肉的反应慢了半拍。这种通讯延迟加上马达萎缩，直接导致了步幅变小，步速变慢。
第二个元凶是关节与筋膜的干涸与粘连。如果说肌肉是发动机，那关节就是齿轮，筋膜就是包裹在齿轮外面的橡皮筋。年轻的关节里有充足的滑液，就像加了顶级润滑油的齿轮，转动起来丝滑无比。但随着年龄增长，关节滑液分泌减少，软骨开始磨损，齿轮之间没有了润滑，变成了干膜。每走一步都会产生微小的炎症和疼痛，身体为了自我保护，就会本能地限制您的活动幅度，让您走得慢一点、轻一点。同时，包裹在肌肉和关节外面的筋膜也会因为缺水和缺乏拉伸，变得像风干的老树皮一样僵硬、粘连。您想想，如果腿上绑着几根失去弹性的旧橡皮筋，您走路能不费力吗？能不慢吗？第三个元凶是下肢微循环的功能不足。腿部离心脏最远，是血液循环的边疆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血管弹性变差，下肢的微血管容易出现狭窄或堵塞。当您走路时，腿部肌肉需要大量的氧气和营养物质。如果血管这条后勤补给线不畅通，肌肉得不到充足的血液供应，就会迅速产生乳酸，导致酸痛、沉重、无力。很多老人走个几百米就觉得小腿肚子酸胀的走不动了，必须停下来歇会儿。这在医学上叫间歇性跛行，本质上就是下肢缺血缺氧的表现。所以您看，走路变慢绝不是简单的老了，而是肌肉萎缩、关节干涸、血管老化共同作用的结果。明白了这些底层逻辑，咱们再来看看在日常生活中大家最容易踩的坑。很多时候，咱们为了腿脚好，拼命去锻炼、去保养，结果却南辕北辙，越练越糟。第一个最大的坑就是静养保关节。很多老人觉得，既然膝盖疼、腿没劲，那我就少走动，多坐着、多躺着，省着点用，这零件不就不容易坏了吗？大错特错。人体的组织遵循一个铁律，用进废退。您越是坐着不动，腿部肌肉萎缩得就越快。更致命的是，关节软骨是没有血管的，它吸收营养的唯一途径就是靠关节活动时产生的压力变化，把滑液里的营养挤进软骨里。您天天坐着不动，关节软骨就得不到营养，会加速退化变脆。同时，长期不活动，下肢静脉血液回流不畅，极易形成血栓。所以静养不是在保护关节，而是在加速关节的报废和肌肉的消亡。第二个坑是走向另一个极端，暴走与爬山。有些老人一听要锻炼，好家伙，每天去公园暴走2万步，甚至去爬山、爬楼梯，觉得这样能把腿练出劲儿来。结果呢？没走几个月，半月板撕裂了，滑膜炎犯了，膝盖肿得像馒头，连路都走不了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老年人的关节软骨已经变薄，缓冲能力极差。暴走、爬山、爬楼梯，这些动作会让膝关节承受体重3到5倍的压力。这就好比让一个减震器已经坏掉的老旧汽车去跑越野拉力赛，底盘不散架才怪。记住，对于60岁以上的老人，长时间高强度的负重有氧运动不仅不能增强腿部力量，反而是在加速磨损关节。第三个坑是伪补钙论。一说到腿脚不好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买钙片、喝骨头汤。补钙重不重要？重要。但钙只能增加骨头的密度，解决的是骨头硬不硬的问题。它解决不了肌肉萎缩，解决不了关节缺乏润滑，更解决不了筋膜粘连。如果您只补钙，不补充优质蛋白质，不锻炼肌肉，您的骨头再硬，外面没有肌肉，这层防弹衣保护，一旦摔倒，硬碰硬，骨折的风险反而更大。所以真正的科学保养必须是骨肉并重，动静结合。在饮食上，除了每天保证牛奶、豆制品的摄入来补钙，您必须把优质蛋白质吃够，鱼肉、虾肉、去皮的禽肉、瘦肉、鸡蛋，每天必须有1掌心大小的量。没有蛋白质，您拿什么去合成肌肉？同时，多吃富含 Omega-3 脂肪酸的食物，比如深海鱼、核桃、亚麻籽，它们是天然的抗炎药，能有效减轻关节的无菌性炎症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还要注意腿部的保暖。血管遇冷收缩会加重下肢缺血和关节僵硬，
夏天在空调房里一定要穿长裤或者盖个薄毯子护住膝盖，另外选一双好鞋至关重要。很多老人为了省钱或者觉得布鞋轻便，常年穿平底薄底鞋。这种鞋没有足弓支撑，减震极差，每走一步地面的冲击力都会直达膝盖和腰椎。一定要买鞋底有一定厚度，后跟稍微垫高一点，足弓处有支撑的健步鞋，这能极大的改善下肢的受力线，减轻关节负担。避开了这些坑，咱们终于要进入今天最核心最干货的部分了。到底怎么做才能真正把流失的腿部力量找回来，让脚步重新变得轻盈稳健？我为您总结了3个极其简单、安全，在家里看电视、刷牙时就能做的核心习惯。只要您每天坚持，3个月后，您一定会感受到身体发生的奇妙变化。习惯1，每天唤醒下肢，打通血液回流的第2心脏。咱们前面说了，下肢微循环不畅，肌肉缺氧是导致腿沉走不动的重要原因。而小腿肌肉被称为人体的第2心脏。小腿肌肉的收缩能像泵一样把下肢的静脉血液挤压回心脏，所以第1个习惯就是每天做踝泵运动和坐姿踢腿，把这台水泵激活。怎么做呢？极其简单。您每天早晨醒来，先别急着下床，平躺在床上，双腿伸直，然后用力将脚尖向上勾起，勾到最大幅度，感觉小腿肚子有拉伸感，停顿3秒，接着用力将脚尖向下踩，像踩油门一样踩到最大幅度，再停顿3秒。就这样一勾一踩，动作要慢，要用力。做20到30次，这个动作能迅速促进下肢血液循环，消除一夜的僵硬，预防血栓。起床后，吃完早饭，看电视的时候，您可以坐在有靠背的椅子上做坐姿踢腿，背部挺直，双手扶住椅子边缘，将右腿缓慢向前抬起，直到膝盖完全伸直，小腿与地面平行。在最高点，用力绷紧大腿前侧的肌肉，脚尖往回勾，保持5到10秒，然后缓慢放下，换左腿重复。每条腿做10到15次为一组，每天做3组。这个动作是骨科医生最推荐的养膝神技，它能在完全不增加膝关节负重、不磨损软骨的情况下，极大的强化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。股四头肌强壮了，就像给膝盖带上了一个天然的护膝，能稳稳地拉住髌骨，减少关节摩擦。习惯2，每天强化底盘，重建下肢的稳定与平衡。光有血液循环还不够，咱们还得把肌肉的马力提上来，特别是臀部和小腿的力量。臀部是人体的发动机，小腿是稳定器。第2个习惯就是每天做改良版靠墙静蹲和扶椅踮脚。先说靠墙静蹲，很多人一听静蹲就想到健身房里那种大腿与地面平行的深蹲，千万别，那种角度对老年人的膝盖压力太大了。咱们做的是改良版浅蹲，找一面平整防滑的墙，背部贴紧墙面，双脚与肩同宽，脚跟距离墙面大约半步的距离，身体顺着墙壁缓慢向下滑，注意不需要蹲到90度，只需要蹲到大腿和小腿呈120度到135度角左右，也就是微微下蹲的感觉。这时候您的膝盖千万不要超过脚尖，膝盖的方向要和脚尖的方向一致，不要内扣。保持这个姿势，您会感觉到大腿前侧和臀部开始发酸发热。保持30秒到1分钟，然后缓慢站起休息，每天做3到5次。这个动作能同时强化大腿、臀部核心肌群，提升整个下肢的稳定性。接着是扶椅踮脚，双手扶住结实的椅背或者厨房的流理台，身体挺直。双脚并拢，然后缓慢踮起脚尖，升到最高点，感受小腿肌肉的收缩，停顿2秒，然后缓慢落下，脚跟快要触地时再次踮起。连续做15到20次为一组，每天做3组。这个动作能强化小腿三头肌和跟腱的力量，同时刺激足底的穴位和神经。更重要的是，踮脚能极大的提升您的平衡感。很多老人走路慢，是因为潜意识里怕摔，不敢迈大步。当您的平衡感提升了，您的胆量就大了，步幅自然就打开了，走路也就快了。习惯3，每天松解筋膜，恢复关节的弹性与活动度。肌肉练完了，
如果不拉伸不松解，就会变成死肌肉，筋膜会更加粘连。所以第3个习惯是每天的拉伸与滚足底。您可以坐在床上，双腿伸直，拿一条毛巾套在右脚的前脚掌处，双手抓住毛巾两端，轻轻向身体方向拉，让脚尖尽量靠近自己。这时候你会感觉到整个小腿后侧和膝盖后窝有强烈的拉伸感。保持这个姿势20到30秒，然后换左腿，每条腿做3次，这能有效拉伸小腿后侧筋膜，改善因为筋膜紧张导致的走路拖沓。另外，买一个实心的筋膜球，或者就用一个网球。每天看电视的时候，把球踩在脚底下，在足底来回滚动，遇到特别酸痛的点，就停下来按压10几秒。足底有丰富的神经末梢和筋膜起点。滚足底不仅能预防和缓解足底筋膜炎，还能刺激神经，提高足底对地面的感知能力。脚底感知敏锐了，走路自然就更稳更轻快。在这里我必须着重强调一点，所有的锻炼都必须遵循量力而行、循序渐进的原则。如果您在做某个动作时感觉到肌肉酸痛，那是正常的，说明肌肉在生长。但如果您感觉到关节内部有刺痛、锐痛，请立刻停止，那说明动作做错了，或者强度超出了关节的承受能力。同时，有几个动作，老年人是绝对不能碰的红线。第一，绝对不要做负重深蹲，或者扛着米袋、哑铃做下蹲，这会直接压垮您的半月板。第二，绝对不要在公园里抱着大树猛烈甩腿，或者做大幅度的单腿悬空甩动，这极易导致髋关节脱位或肌肉拉伤。第三，绝对不要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做单腿站立闭眼的动作，一旦失去平衡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锻炼不是为了拼命，而是为了养生。不求一天练废，只求每天坚持。哪怕您每天只做5分钟，只要坚持半年，那种从脚底生出来的力量感一定会让您惊喜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里，我想和大家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。咱们这一代人，尤其是现在的中老年人，年轻时吃过苦，受过累，为了家庭，为了儿女，把自己当成了超人，透支了太多的健康。到了晚年，很多人最大的心愿不是吃山珍海味，不是穿金戴银，而是不给孩子添麻烦。可是什么叫不添麻烦？不是您生病了硬扛着不说，也不是您为了省钱不舍得吃不舍得喝。真正的不添麻烦是您拥有一双强健有力的腿。腿脚利索意味着您能自己去菜市场挑选新鲜的蔬菜，意味着您能自己下楼和老伙计们晒太阳下象棋，意味着您能自己坐公交车去公园赏花，意味着当儿女工作疲惫回到家时，您还能精神抖擞地帮他们搭把手，甚至能稳稳地抱起您心爱的孙子孙女。这才是晚年最大的体面，这才是真正的自由。失去腿部力量，被困在轮椅上，被困在几十平米的房间里，看着窗外的四季更迭却无能为力，那种对失去尊严的恐惧比身体的疼痛更让人绝望。所以别再对走路变慢妥协了，别再觉得老了就该这样，把今天学到的这3个习惯融入到您的日常生活中。把电视机前的沙发换成您锻炼的阵地，把无聊刷手机的时间换成拉伸筋膜的时光。健康从来不是上天理所当然的恩赐，而是需要我们每天用心去经营的资产。您流下的每一滴汗水，您坚持的每一次抬腿，都在为您晚年的尊严账户里存入最宝贵的本金。如果您是做儿女的，看完这期视频，请一定把视频转发给您的父母。不要只停留在口头上的您慢点走，而是给他们买一双好鞋，买一个筋膜球。周末回家时，陪他们一起靠着墙做做静蹲，扶着椅子踮踮脚。陪伴和科学的指导才是最高级的孝顺。今天这期视频信息量很大，干货很多，不知道这3个习惯中哪一个您觉得最实用，或者您的父母在走路锻炼时还有什么其他的困扰和疑问。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您的感受，或者提出您的问题，我会尽量在评论区为大家解答，咱们一起交流，一起把身体养得棒棒的。如果您觉得这期视频对您和您的家人有帮助，请务必帮我点个赞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点击旁边的小铃铛。您的每一次支持都是我死磕医学知识，为您带来最实用健康科普的最大动力。
最重要的是，请点击视频下方的分享按钮，把这期视频转发到您的家族群，转发给那些您关心的人。您的一次随手转发，可能就会改变一位长辈的晚年生活轨迹，让他们重新迈开稳健的步伐。愿天下所有的父母都能双腿有力，步履不停。愿我们都能优雅的老去，活得有质量，活得有尊严，活得自由而从容。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